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一片含有16种维生素、矿物质营养。本栏目由汤臣倍健冠名播出。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于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欢迎。来吧，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从结婚到现在11年了，分分合合很多次，他总是不知道对家里付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成熟起来。这么多年我也知道自己的毛病，以前不懂事，现在我也在努力改，我的态度已经转变了，可他就是不相信我。我们有2个孩子了，我也不想总折腾，但他做的事儿真的让我很失望，我不知道能不能信任他了。我是很想跟他复婚好好过日子，给他和孩子更好的生活，不让他生气，希望他再给我一次机会。有请这对嘉宾，有请。男嘉宾李先生，35岁，来自河北丰人，有请李先生，有请。江女士，35岁，来自河北临时工，有请江女士，有请。欢迎老妹啊，一个村的对吧？是俩闺女对吧？对2次离婚，是吧？2次离婚了，我们。谁想复婚啊？这次我想复婚。好，你想复婚，那咱们就先把前面说清楚啊。这2次是为什么离的婚？先说第1次为啥离的婚？第1次他嫌我爱花钱，说我不过日子，跟我他确实是爱花钱啊，花钱都不花在正地方，我就感觉他那钱都是花在没用的地方上。都把钱花到哪儿去了呀？就记得他有一次吧，家里来安装太阳板的，说好的是每年的10月份都会给我们一笔钱，但是呢，到了第2年的10月份，我就问他那钱有没有打到账上，他说没有。然后我那个1个月，差不多都问他，几乎每天，但是他都说没打。然后呢，我就给那个太阳板的老板打电话，他告诉我早就给我们对象打过去了。当时我特别的气愤，我就说钱既然已经给你打过去，你的钱呢？他说他买电动车花了。然后电动车，我说你怎么不骑啊？他说动手。他买的车，我感觉他纯粹就是因为当时吧，追流行才买的，特别没有用。关键也没商量，也不尊重你，是吧？是。就为这一件事就离了？没有，还有买手机也是因为我感觉他乱花钱了啊。买那手机，当时那个3000块钱的手机也算挺贵的了。关键是他买了也就买了，没使了1个月他就弄丢了。感觉他这钱不应该花，就觉得这个男人不是过日子的男人，对，这就离了。反正就是因为这点事吧，反正。这是谁提出的离婚呢？我提出来的，当时我你说你这大手大脚就不跟你过了是吧？对，你同意了？过了，同意了。不同意没辙。你这气性倒大，然后就离了。离了之后吧，他又想跟我复婚啊。当时也是看到孩子还小的份上。离了多久2个人提出复婚？离了大概有半年吧。半年之后，先生来说了，咱复婚吧。对，他又跟我说，以后有钱教我，有什么事儿也跟我商量。我看他孩子还小的份上，就跟他又复婚了。然后呢？第2次为什么离的婚呢？第2次吧，反正就是他还老总欺骗我。怎么骗您呢？就有一次吧，他去东北那边开大车，平时都是3天差不多就一来回。那次他一去就去了1个星期，期间给他打电话，他说车坏在东北了，得要修车，耽误几天，我也就没在意。后来在一次洗衣服，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了一张那个去海南的飞机票。哟，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有这张飞机票啊？他就跟我说实话了，那段时间没有出差，去玩了。从小到大我生气，连这个河北省我都没去过，我要不是在东北开大车，我连东北都去不了。以前你知道我当时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多无。那你得跟老婆说一声，你说我去3亚，或者带着他一起去玩啊。他怕花钱啊。哦。他又怕带孩子，我别扭没法带孩子，孩子小。他没有体谅过我，就光自己怎么开心就自己怎么玩。这是3亚算一件事儿，瞒着你旅行。还有什么事儿让你决定要跟他离婚呢？他也不尊重我父母啊。他从来就是没有叫过我爸妈，因为我们俩一个村的，就是之前嘛，他就认得我爸妈，他那还就是叫二妈二大爷。后来呢，
就是我们俩结婚之后开始，他说他不好意思改口，可是过了好长时间也没见他改。尤其是逢年过节回家的时候，家里来好多客人，他也顶多说个您字儿，这就是让我爸妈听着其实也挺不舒服的。我不是说去那头不叫他父母，我那个以前结婚的时候也叫过他妈，叫的声音可能小点吧。刚那个他妈没理我，刚那个我最后知道他妈耳背，你要不嚷着说，他妈根本就听不见。那你以后就大声说呗。打那一回我叫一回之后，刚那就没理我，我这人就比较腼腆，所以就没叫，一直叫这么多年我都没叫。对，误会了，误会。那为啥？那你也应该叫啊，那你这样就感觉就不像一家人，你知道吗？是。那第二次到底为什么离的婚呢？错是在我错的。你又干啥了？我觉得他也有错，不见得都是我的错。啊，啥意思？啊，他以前回家的时候都是很早就回家，有一段时间回家挺晚的。我觉得他不对劲儿，我就偷偷看了他手机，他是跟一个网友聊天。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就是普通朋友。然后他那个一开始我问他的时候，他不承认，他说没有的事儿。我最后跟他说看了他手机，才跟我承认说跟网友聊天。网友给他介绍客户。哎，网友聊天很正常嘛，没聊的就聊点暧昧的，还聊暧昧啊？对啊，这你肯定受不了吧？对啊，也没聊什么呀。反正就是说，至少他发现了你跟网友在聊天，对吧？对，吃醋了，然后你提出了离婚。我没提出，他好像最后老跟我闹腾说要离婚，回来之后最后我俩又把婚离了。谁？他老说要离婚，我不同意离婚。当时他老跟我闹，我跟他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然后他老每天拿这事儿说事儿，我一生气我说那就离吧，别过了。嚯，你这么大的脾气啊？那在复婚多久以后又离了婚呢？隔了差不多有4年吧。哦，就4年以后你们俩2次离婚是吧？对。现在从第2次离婚到现在有多久了？去年夏天那会儿。哦，夏天。这次离婚怎么弄的呀？这孩子谁管啊？这孩子1人1个，老大跟他，老二跟我了。他对孩子其实也不上心。不是我们俩离婚了吗？我就带着老二在我娘家住。有一次早上，他起床没有看到孩子，也没有出去找一下。他出去吃饭了，朋友给他打电话说孩子挨磕了，然后他才赶过去。当时吧，孩子已经就是磕了挺深的口子，当时缝了10多针。我是后来才赶到医院去的。我感觉这孩子既然都已经判给你了，你就应该好好照顾啊。他不但没有好好照顾，不管不问的，就没有一点做父亲的责任。所以你就为了孩子想复婚还是怎么着？我想跟他复婚，过不下去了自己。不是因为孩子小啊，那点去年我也不是说不管孩子，我早上起来之后没看见孩子，我也没找他。老大几岁啊？老大10岁，不是去年11，现在不是去年10岁，今年11。我的妈呀，您这孩子是这么过的？去年11，今年10岁。不是你这当爹的。老二呢？老二已经5岁了。行，这家我也找他去，不是说没找他，我想吃完饭再找他，然后又回来的时候就听了。他平时对孩子就根本就没怎么上心过。所以那个老大挨磕了，我回到家赶紧带他去医院看去，带他缝针。心疼不？心疼，也心疼。心疼，你平时就应该多照顾照顾啊。接送孩子全是我跟他爷，你去过几次啊？他因为大了也。就那次因为这个事那段时间离婚嘛，然后我还得了乳腺增生，就拿了去北京看，去大医院看，然后拿了好多中药，养了半年还好的，就跟他生气的。这次他提出来复婚，你啥意见啊？我不想复，我感觉他没有让我看到实际行动上的改变嘛。我也在改变。那你为啥要当时同意跟他离婚呢？他老说离婚，那你也不能赌气啊！你多大的人了，说离就离啊，说复就复啊，这麻烦了吧？那不孩子小吗？这不忍心。所以我现在想复婚，我想跟他，他能不能不复？能，那就行。现在还住在一村里呢。虽然说在一块儿住，就是不是一个在一块儿住，在一块儿住，他也不是一个屋。我跟孩子一屋，他自己一屋。你没搬回娘家？没有。你还住婆家呢？对。那你们这叫离什么婚？离婚证是有，但是我也不想跟他过，我就纠结我要不要跟他再复婚。
我纠结这个。那你们等于离婚不离家，对吗？对，因为宠孩子，我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但是我又看不到他实际上的改变。对对对。就是说，所以这我就理解为什么不复婚，因为我们天天还住一个屋檐下，对吧？并没有因为离婚你变得对家庭更负责，或者对大闺女更好，是这意思吧？对。就想复婚，为什么要复婚呢？对孩子来说，要知道说俺俩一直老在离婚也不好啊。孩子一点一点大了，老大也懂事了，一点一点。不知道你们不是还住一起吗？因为老大一点他也懂事了，孩子。就是为了孩子是吧？啊。你还喜欢他吗？喜欢啊。他有什么好啊？他就是说，对孩子我对家里都好。你这嘴是够笨的了。那平时现在还喝酒吗？他不喝酒，但是他这烟戒不了。他们每天都是那个房间里烟熏火燎的。闻不了他那烟味儿，每天也不爱打扫卫生。要是把烟戒了，能复婚吗？不会。为啥呀？他嘛，他每天都出去玩，出去晚上都是让我给他留门，但是他一出去都不知道几点回来，就感觉吧就不过日子，挺晚的，有时候后半夜才回来，都不知道他出去干啥，就在家待的时间可短了。这个想让他陪陪我的时间都没有。这个用村里人的话说，这个男人不是个过日子的男人。是吧？是不着家，对吧？干活好像不那么踏实，花钱大手大脚，还老骗老婆，是这意思吗？对。所以你看看你，我现在也是在改变，不是哥们儿不找我，我也不出去。现在，好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婚姻是大事，离婚也是大事，复婚更是大事。你们两个人才30出头，已经有2次把结婚证换成离婚证的历史了。你想，他辛辛苦苦在家里带2个孩子，你倒好，买一张机票，找一个欺骗的理由就到海南去玩了。我请问，海南是一个人去的，还是有异性一起去的？自己去的。一个人跑到海南去玩一圈？对。你的玩心太重了。不是我，因为我从小到大连河北省都没出过，一下就跑到天涯海角去了。对。但你不要忘了，你是一个父亲，又是一个丈夫啊。我以前那点儿，我跟他说，我说咱赶明儿去黄金海岸玩玩，他说不去，说孩子小，这个怕花钱，所以我那点儿是给人家开大车，所以我才自个儿出去的。你也不能这么率性任性啊！关键问题的核心是。不是，那是我是这样想的，我想是因为我要跟他说我去三亚，他绝对就不让我去，他怕花钱。但是他反对，你也必须告诉他，这是尊重。欺骗，在婚姻当中犯大忌，你明白吗？你今天来求复婚，我想首先是要改变自己，你要自己有坚定的决心，我能改变自己，你才可能复婚。是，很简单。我作为妻子是在改变。那天个我就说，你改了没有呢？改了，就是那时候他不说花钱，是我自己。你感受到他的改了吗？说我自己说我没看到他改变啊。所以很简单，对你来说，是不是要复婚？考量3个方面：一个，原来存在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得了？解决了，作为一个评估的条件，还有一个很核心的是，你对他究竟是原谅了，还是心软了？第3个更关键的原因，你心中对他的爱还在不在？因为婚姻最有效的粘合剂就是爱情，明白吗？明白。好，谢谢波红兄。莎娜老师，张女士，你未来有什么打算呀？我现在的打算就是把孩子抚养大。不是，我是指的就是你们2个人的生活方式会发生改变吗？什么时候从他们家搬出去呢？我不知道我还要不要怎么走，我现在也挺矛盾的，说实话。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不改变你们2个人现在相处和生活的方式的话，你们2个人会继续再结婚再离婚的。就算你现在答应了跟他复婚，可能过个一段时间几年，你们2个人又会离婚。
两个人在结婚离婚结婚离婚这个中间都没有明白一件事情是，你们到底要的是幸福还是对错？其实我觉得听你说的那些点啊，不是真的能够就直接导致去办离婚手续的。我觉得去办离婚手续都是有冲动在的，所以两个人冷静下来可能还能复婚，过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哎，那个问题好像现在再想来没有当时那么气，至少不至于直接走进民政局去拿那张离婚证了，对不对？对。所以我想跟你们两个人说的是什么？不管你们接下来的结局走向怎么样，就是你们要为你们的决定承担责任，你们要为你们的选择承担责任。你做了决定，我们离婚，那离婚之后两个人就各自要承担离婚的这个责任。如果你们两个人决定我们复婚再重新在一起，那就是既往不咎。如果两个人都有这个意愿重新走在一起了，之前所有的事情，包括这个人，你所有不满意他的地方都要重新看待，这就是一个崭新的人。否则如果你一直我不计较他过去，但是我就没看见他现在的改变。否则如果你听我说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他为什么要改？他改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满意，对不对？对。你不喜欢他这一点，是不是？那我问你，换一个女人可能就特别喜欢的那一点，他那一点根本不用改呀。我明白。所以你也一样啊，他也有不喜欢你身上的点，但可能那个点你也改不了。我说的就是，如果决定再继续走在一起，这些所有的点，你说什么抽烟呀，回家爱出去玩啊，什么你都要重新看待。你要接受，我未来跟这个人在一起，我就要接受他的这些点，不是所有我不喜欢的点他必须要改掉。明白了，老师。所以你想好这一个，就是他身上的这些习惯，可能他忍得了半年，我们说他3个月、半年他忍得了，他把烟稍微戒一戒，为了哄你再复婚。可是他时间长了，他的真面目还是会露出来的。那到那个时候你能接受吗？我知道。如果接受不了的话，就想好了。所以这就是我说的，承担你的选择的结果，承担你自己做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责任、后果。如果要是真的继续没办法过的话，你想好你后面的路怎么走。你一直这样住在他们家，你一直是会在这样的情绪当中反复的。明白，老师。谢谢珊娜老师。来，小鹏老师。复婚这件事情是你自己真心主动想复婚，还是你父母有跟你讲这媳妇儿还不错，我想跟挺好他复婚的？是你自己主动的、发自本能的想跟他复婚？对。为什么？别说孩子。因为想跟他复婚。为什么？想要人照顾。想要这个女人能把孩子给你照顾好，把这个家给你照顾好，想要这个女人给你操持家里所有的事情，还是真的爱她？爱她。爱她为什么没为她收点心？爱她为什么第二次我也在改变？爱她为什么第二次还能够自己跑出去玩？她的确那是之前玩去。那之后不是也跑出去玩吗？各种跟朋友出去玩。那有时候就是跟哥们儿，就是冒说。别了，就是玩。所以我想说，我感受到的，他内心当中就没有真正想要成家结婚这个概念。他是想要家，但他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一个男人成家是想要好好的经营这个家，照顾妻子，有孩子，作为一个男人像父亲和丈夫一样的担当。他没想过。他只是觉得，对，我年龄到了，该成一个家了。别人都说了，在村里年龄也大了，20多岁了嘛，该结婚了。哦，结了婚该有孩子了。他所有的思维当中还只有应该，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做父亲，什么是做丈夫。你认为你的收心是为他吗？不是的，你所有的收心是作为一个男人为这个家的担当。这是一个家的概念。所以我刚刚一直在问你，为什么想要跟他复婚？这一次同样的，你并没想明白，你只是觉得我告诉给他，我错了，我道歉，以后我收心了，就能把他挽回来。不是的，第二次了，他想要的，他想看到的是你能不能有担当，
可是你从上台到现在，你的表情、言谈举止还就是一个大男孩儿，你就还是一个男孩儿。会改的，为他。你为他改什么？你不需要为他，这是你的家，你为谁呀？这是你应该的东西。你既然想组建家庭，组建家庭就势必说明一点，你必须得收心，你必须得舍弃一些东西，你必须得跟同学朋友之间要断了一些过度的联系和玩乐，你就是得这样。我们所有人只要组建家庭，我们势必就要收掉一部分玩的那颗心。你想出去玩的时候，你会想，家里老婆孩子等着我呢，我得回去呢。你在工作的时候想着，哎呦，我今儿累了，赶紧回家，把媳妇儿在那儿给我做好了热饭，我特别想回去。你没有，你只是觉得那是一个概念，所以没准备好，别谈复婚。你如果真的想要跟他在一起，你先去追他。同样对女方来讲也是一样的，你也没想明白，稀里糊涂跟他闪了婚，稀里糊涂再跟他复婚，还立刻又生了老二。为什么第一次离婚？为什么呀？因为这个男人没担当嘛。第二次你看到他有担当了吗？你没看到。跟他生什么老二啊？他还没有真的做好父亲的责任呢，他没想过怎么做父亲，你就贸贸然让他做了2个孩子的父亲。所以莎拉老师刚才说有一点特别好，搬出去回你家，如果他真的想要改，让他重新追你，还没有享受过一个男人对你的爱和责任，你就贸然跟他在一起，没意义。来，米娜老师，离婚有2种，一种呢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另一种是不幸的结束。你是哪一种？我是哪种都不是。我想找一个幸福的婚姻。你是希望有一个幸福生活的开始。对。那么你住在前夫的家里，肯定没有办法去利索的开始新生活呀。当你还在问说我该何去何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不应该去问。如果你想要的是一个幸福生活的开始，幸福婚姻的开始，不是跟这个人的话，你就不应该再考虑跟这个人还有没有可能性。当你留在他家里的时候，你就等于一直在给他这个暗号，那就是我还在给你机会，我还在等你改，我还在等我气消了就能跟你复婚。所以对于你，如果主意早就下定了，就带着孩子走吧。我也建议你把2个孩子都带着。你呢，反正母性会让你肯定会好好的照顾孩子，在一个村里呢，老人还能帮你搭把手，你的日子过得也不会很难。更何况大孩子也已经大了，需要你花时间的呢也不太多了。但交给他的话，第一，你的抚养费会少拿一点；第二，你也不放心这个父亲是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对吧？所以带走2个孩子，自立门户。对于你同样的问题问你，上一次离婚，你觉得你是不幸生活的结束，还是幸福生活的开始？不幸生活的开始。离婚有什么变化吗？怎么说呢？孩子小呢，这个，所以我又后悔。不，离婚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没人管了，没有人唠叨我了，想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我享受到自由了，我可以出去跟其他姑娘打情骂俏了，等等等等。你有体会到离婚的快乐吗？没有。离婚之后的不方便是哪些？请你说一下。怎么说呢？我跟他离婚的时候，第一次孩子老争吵找妈妈我的，所以我也你就扯吧，孩子你都不管的，孩子找妈妈你真的管吗？没见他管过几次，都是他爷爷奶奶在管。不是都说了吗？连接送小孩的事儿都是你老婆和你爸，你关于孩子你连家都不回的，你管孩子管几次啊？口口声声因为我孩子找妈妈所以不方便了，所以你要你太太回来是干嘛的？让你前妻回来干嘛的？回来堵住孩子的嘴是吧？不是那样。离婚对于你来讲，现在你觉得不方便，不方便在没人照顾你的衣食起居了，没人给你做饭了，没有一个女人给你知寒问暖了，而你要去找新的呢，得去投入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也不容易。别人还嫌你有一个拖油瓶，所以你从现实的角度考虑，算了，回来吧，就这么简单嘛。他不想
跟你过下去，你同意了。那么今天他说他不想复婚，就请你继续尊重他的意愿。完了。谢谢米娜老师。其实，在一个村里面，知根知底，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好，有多坏，你心里是清楚的。就是对他的人品，你是有一个基本把握的，这个没问题吧？没问题。人品不是特别坏，是吧？是。但是也不怎么好，是吧？对。这个家庭里面真强势的是你。大钱都不教我，我怎么能当家呀？大钱交给谁了？都是他自己把着。为啥把钱自己把着？我这次复婚交不交钱？交钱。这就行。对，咱把核心问题捋顺。农村问题，咱用农村的思考来解决。大钱交了行不行？行。对嘛？你早说嘛！我就是要你把财权交了嘛，让我从此心里买个踏实嘛。那就说清楚了，直接跟人说，钱归你管，改掉一切恶习。你经济大权交不交？交。确定吗？确定。确定哈，一会儿说出来啊。剩下事儿你们自己考虑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以后会改的，挣了钱交给你，保证不向你撒谎，有什么事都会跟你商量的，请你原谅我。婚姻无小事，怎么，反正就是失望攒多了，也就心寒了。我对你不是一次两次的，就看你口头上的这么说。我要看到你实际，知道吗？实际情况上的，要做到实际上，让我看到。我会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出来的。那好，我就能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哎，请亮灯啊！你就赶紧长大吧啊！谢谢两位，请回吧。太难了。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看看他们。来，站在中间。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这对夫妻。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最后一次机会。有什么事我都会跟你商量的。请亮灯吧。最后问先生一句话：是个男人吗？是男人。回家把今天承诺的都给妻子兑现了，好吧？我会的。谢谢您，请回。来，接下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你曾经跟我说你有公司，但我后来才发现，这一切都是你前女友给的。因为你的任性已经搅乱了我的事业，我父母对你不满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你不能改一改你的任性，我真的没有办法和你走下去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打拼出属于自己的生活，可你父母对我百般挑剔。你天天做直播和异性接触，甚至还出去见面，我作为你的男朋友真的很没有安全感。我希望你换个工作，是为了咱俩有个更稳定的未来。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刘24岁，来自辽宁，造型师，有请。女嘉宾小季25岁，来自辽宁，主播，有请。欢迎两位哈，相当于你的粉丝对吧？对。你做什么主播呀？就是在抖音平台上做娱乐主播。现在他也嫌弃我的职业，我俩分歧也越来越大。为什么嫌弃他的职业呢？他老让我不放心，因为他是做主播的嘛。然后平时会在直播间跟一些异性粉丝搞暧昧。什么叫暧昧啊？你不知道主播就是职业吗？我一天在直播间那么累，我只是为了哄我的粉丝开心，他们才能给我刷礼物啊！你一天到好，脑子像有毛病似的，开小号在下面骂我粉丝，还给我刷上榜1，你不知道平台扣一半吗？
你闲了钱烧了吧你？是不是你自己在直播间说的？说谁要给你刷成榜一，你就跟他加微信出来见面。然后我也是想证实一下他这件事说的是否真的，然后我就偷偷用我的小号给他刷成榜一，然后加微信。加微信了吗？加了。见面了吗？见了，然后我俩因为大吵架。那你这越界了呀？我没觉得我越界，我就是出来堂堂正正的嘛，就像平常出去应酬一样，见客户也不也得吃饭吗？对，就是他我就为了维护我的粉丝啊。他老强调是应酬，我就觉得他这就叫约会。什么叫约会？约会干嘛？应酬干嘛？你平常跟你客户吃饭都干嘛？我就干嘛？我堂堂正正，你知道吗？那他会平白无故给你刷礼物，又请你出来吃饭吗？他对你肯定是有目的的呀。你就是不相信我呗？我是不相信那些男生。我做直播也不让，然后拍视频的时候，好不容易拍好的视频，你非让我给删了。他非得拉着我拍，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还好，后来的时候越来越过分。就是有一次早上起来上班，我让他帮我把牙膏挤好放在那。然后当时我去那个刷牙的时候，他是把那个芥末挤在了上面，然后我就哇哇淌眼泪，他还不管不顾的在旁边录着视频，哇哇大笑。就是我特别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那你就至于那么生气吗？跟我大吵一架，我就觉得拍个视频很正常，就像情侣间的小情趣一样，恶搞一下，发出去也很多人看。什么臭袜子，那是新袜子好吗？一天就说有味儿，然后那芥末我挤了多少？你平常不吃芥末，我也没挤辣椒。芥末比辣椒厉害啊！然后他就跟我吵，我就觉得作为一个男朋友嘛，就支持我的事业，无可厚非，对吧？你作为一个男朋友，你服个软都不行。我就觉得他是无理取闹，而且我本来我就不爱录这个东西。然后还说什么啊，怕他的亲朋好友看到，怕他父母好友看到。他父母多大岁数，根本不看抖音，你就是怕你前女友看到。你又提到我前女友，我跟你解释多少遍了这个事儿，他老纠结。为啥老纠结呢？你说。提到他是前女友就来气啊！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是开了一家什么造型设计公司，我觉得他是有个上进心、有能力的男人，我觉得我也挺幸福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他跟他前女友还有联系，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说我跟他微信上已经说过分手了呀。然后我不信，我就找他前女友了。他前女友当时都不拿正眼看我，说公司我给他开的，我能带给他这些东西，你能带给他什么呀？我当时我都懵了，我觉得在这段感情里我算什么？我是第三者吗？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我明确的在微信上跟他提过分手了。我觉得在一起是两个人的事儿，分手是一个人的事儿。那我既然跟他提过了，我就问心无愧。他总是揪着这个事儿不放。那后来彻底的离开了这个女朋友之后怎么样啊？因为之前这个公司是他拿钱开的，我是技术入股属于，他不懂技术方面。然后最后我跟他微信也删了，然后也就是一点联系都没有了。就是因为他嘛，本来应该得到我该得到的那部分的，在之前那个公司，然后到最后我1分钱都没得到。你活该！你跟他分了，你就不能跟他联系，你懂吗？这是我的底线。以前都是他带我的朋友一起吃饭、买单什么的，我觉得很有面子，我的朋友也羡慕我。现在他们开始看我们笑话，瞧不起我们了。情人节的时候，别人都晒朋友圈，晒各种男朋友送的礼物，我也特别期待那天。然后你呢？你送我什么了？我没送你千纸鹤吗？你好意思说出口是吗？那是不是你自己说的？钱多钱少的无所谓，只要我心意到就行。你知不知道我叠的那些千纸鹤是整整花了3天时间才把它叠好的，然后现在到你这儿就一文不值。就是一文不值。你请我吃个饭、看个电影也好，你送一堆千纸鹤还整得挺神秘啊！我要给你惊喜，还整个盒，我一打开，我脑袋都冒烟了。情人节哪年不能过，就非得今年过。他就是为了他的虚荣心。我正好在这儿补问一下，等于过去你认识他是在网络平台是吧？对。那你是他直播间里的大哥吗？当时？不是，我是私信他，然后他回我们加的微信，然后啊，那你是怎么私信他的呢？就是你能私信到他，你也刷了好多礼物吧？应该没有，他就给我私信，我就觉得他长得挺帅的，我就加了。行吧，听明白了，等于男生的这个事业走入了低谷嘛，女生觉得很丢面子，对不对？啊，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我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他见他的男粉丝。他平常在直播间那么支持我，我就是当感谢一下，跟他一起吃个饭怎么了？就像他把我当做一个偶像一样，粉丝为偶像买单不是很正常吗？你算什么偶像啊？你不过就是在直播间唱唱歌、跳跳舞嘛。你老把自己看得跟大明星一样。我有自信，他们才会喜欢我，他们就是我的粉丝，怎么了？我都跟他说过了，我说你换个职业，干一个。你听过刘天王啊、张天王啊、黎天王跟哪位粉丝吃过饭？你觉得一个主播跟粉丝吃饭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啊，丫头？我觉得没什么。普通的一个粉丝约您吃饭，您去吃吗？
普通的一个粉丝问您要一个微信，您给吗？如果你既不给他们，那你给的不就是钱吗？这就是你男朋友心里不舒服吗？他是认为这个钱交换了你的晚餐，他作为一个男人当然心里不舒服。然后他总是以这些事儿也以为啊，他就觉得他就是为了挣钱，然后才这么去做的。我就觉得网络毕竟是个虚拟的，就是你在网络上怎么样，其实我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介意，但是你发展到现实当中，我就接受不了。女生是觉得特难是吧？就没人理解是吧？他有一个梦想，想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店，我就觉得主播来钱快嘛，我就想尽快的多赚点钱，为我俩以后的梦想努力。然后他不满意，他的父母也对我不满意。我父母也不是对你不满意，我父母他只不过是因为那个事儿，对你还有一点小隔阂嘛，我不也跟你解释过了吗？就是为了他前女友，他觉得是我毁了他的事业。其实我都跟我母亲说了，我跟她也说过，我说我喜欢的是你，我不在乎那些啊。但是我妈可能是有她自己的。我去你家的时候，他怎么对我的？吃完饭立马命令我去刷碗，我自己自愿的，我乐意。你命令这个语气，我就是不开心。然后我也去了，对吧？大冷天的，厨房里没有热水器，我肚子也疼，我两手洗得通红。我就自己一个人，你也不来帮我。我当时多么希望你能来帮帮我，你呢，在客厅陪你妈看电视，我有多难过，你知道吗？其实我妈她也是替我考验她会不会做家务。其实我要去厨房帮她了，然后我妈说让我不去，然后我觉得我不听我妈的，就是其实我真是觉得，可能是因为女生跟你这段的情感关系和情感经历啊，在女生的世界里面，钱这件事儿其实还挺重要的。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来着？就是他嫌弃我的职业，他父母也对我不满意，然后他前女友的事儿我也心里有隔阂。这个事情我都跟你解释多少遍了，然后我也跟他说了，就是我想他就是在现实当中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或者我俩开个小店，因为我俩的积蓄现在足够开一家小店的了。然后我不想让他一直做这个行业，一是我父母不满意，然后我男生是希望我也没有那个是吧？对。是邀请女生去共同创业，是这意思吗？对，然后我也老担心她。女生还是舍不得这份职业的，是吧？来吧，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直播经济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经济的风口。做主播，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这就是一个好职业。但是自己要把握一个尺寸和度。当时。男生是主动追你吧？是的。他当时向你表达的，你不仅看到他的帅，而且他有钱，在这个当中，其实你也是夹杂着虚荣心的，这是事实吗？男生长得很帅，但你真是人不可貌相。很显然，你对这个女生产生好感，不择手段的去追她的时候。你和前女友，我可以断言是没有断干净的。你长得帅，在我眼里你就是一个吃软饭的主，因为你是女友给你投资办的公司，你是个男人啊，完全可以靠自己啊。你妈妈为什么到今天为止耿耿于怀？因为你和前女友的那个生意，在你们家也是看得很重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你自己不内疚、不惭愧、不反思，还跑到爱情保卫战来，就他要来的，他要来得对呀。就让现在有些女生看看清楚，喜欢男生喜欢什么。所以一句话，女生，你们的爱情故事我看不到好的结局。好，听听莎娜老师怎么说。你呀。赶紧自己独立起来吧。我觉得你和你妈妈都很有问题，你妈妈的思想很深地影响到了你。至于女生，我想说的话更多一些。现在直播的这个行业，让更多的年轻人好像放弃了踏踏实实去工作，然后找到了一种捷径，马上能够实现财富，或者自己的一些所谓的梦想。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挣钱，
我们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挣钱来养活自己，让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这个工作和钱，它不是直接划等号的。如果我们单单纯纯只因为了挣那些钱而去做这份工作的话，有太多的职业我们都不能选择吧。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个环境下，你的价值观还有你现在整个的生活状态被蒙上了一层纱。你每天活在虚拟的幻想当中，你觉得自己是有很多的粉丝喜欢，我要宠粉，我要维护这些粉丝没问题。但是维护粉丝有一个底线，就是不是说他们花钱能让你做任何事情。如果你真的继续迷失自己的话，那未来会很可怕的。因为到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你是不受控了，就是你明白。你也自己知道，我有底线。你现在肯定很坚定地跟我说，你说的根本不对，我不会是那样的人的。有些事情我不会做，可是人往往就是在掉进坑里之后，自己浑然不知。所以要悬崖勒马，有几个表现。我相信，如果你在20出头的时候，当一个男生用心地给你叠了一盒千纸鹤，你会感动得稀里哗啦。可是当你品尝过了香奈儿和爱马仕的香气之后，你再看那一盒千纸鹤，你就会觉得那只是一堆废纸。你自己明明知道我不是那样的物质女孩，但是你又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在你心中是富二代的形象，他是个公司老板，他能给你买得起名牌。如果他一开始没有这些所有的附加条件，就是捧着一盒千纸鹤来找你的话，只有这样一个帅的外表，我相信你还会再考虑一下的。所以姑娘，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现在所谓的努力赚钱要跟他开一个店，是在赌一口气，还是因为爱他？你想明白了这件事儿，你就知道你接下来该做什么选择了。女人懂得品鹅肝酱，懂得香奈儿和爱马仕没问题，但这些都远不如自己自尊自爱自强独立来的重要。谢谢。谢谢莎娜老师。小鹏老师，职场求职，老板看的是员工的水平，水平高低，我们是用工资来衡量的。能力高，投入高，老板一定重用你，工资一定给得高。能力低，价值低，工资一定赚得不多。有些时候我们来衡量一个人能力，就是用钱来衡量，特别是在职场上。你的女朋友投的资，开的店，跟你共同开，你的手艺值那么多吗？你自己扪心自问，当初一定是有暧昧关系，你的前女友一定认为还没分，你口头说分，但是她心里认为没分，你才能在店里一直待下去。所以跟前女友分手，为什么分？你认为你找了一个跟前女友一样舍得为你花钱的女人，因为你认为做主播嘛能赚钱，还真的不错哦。换完以后呢，发现这棵摇钱树不如那棵摇钱树给你大方，所以你不满了。你妈妈抱怨他的时候，你根本不会上来帮他挡着；他在你们家去在厨房帮忙的时候，你根本不会过去看一眼，因为你心里都认为亏了。千纸鹤的确是用心的，但你的心里边那颗爱是没有的。因为你本身就不是带着爱跟他在一起，所以男生你好好想想，到底是要靠女人还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同样对女生也是一样的，他当初要是不跟你的那些女朋友吃饭买单，要是不跟你去一些很奢华的场所，你会跟他在一起吗？所以你可以跟你的粉丝们去吃饭，因为他给你刷礼刷得多。你为什么要吃饭呢？因为你吃饭的时候想的是，今天我陪你吃了饭，下次我直播的时候你再给我刷礼物。什么是主播？能力是主播永远不丢的饭碗。李佳琦他是靠颜值吗？不是的，他是靠能力。薇娅靠的什么？依然靠的是能力，颜值永远会衰老。所以女生你想明白，你要的到底是爱情，还是要的是一个虚幻的金钱？在直播平台，你要的是能力，还是要的是靠自己的脸去吸引别人？如果你靠脸，我就告诉给你，不可能长久，而且你只可以败落。所以女孩想明白，这个爱情有没有？有，重新修整你们两个人，把你们两个人不要被金钱所迷了，把你们两个人的爱重新拾起来。特别是还有一点，别把人设给毁了。
欺负男朋友人设就火了吗？人设崩塌分分钟。为什么人设崩塌？内心有太多贪欲。所以好好想明白，年轻人还年轻，还有机会，要爱认真爱，不要被钱所迷了眼，被钱迷了眼就不是爱情了。谢谢小鹏老师，米娜老师。其实穷真的不可怕呀，但是可怕的是你们穷的没骨气，穷的没尊严，穷的不肯脚踏实地。你说他将来是他说的，将来会给你再投资开店，是吧？对。这也是你的一个梦想了吧？也不是，我就是不想让他做这份职业，然后我俩一起投资开一个店，我觉得更稳定一些。开店本钱从哪儿来啊？从他让人打赏来。不是啊，我有挣钱呢。以你的能力，你们开一个店，从哪儿招揽顾客？没有你前女友投入的金钱和人脉，那个店怎么能够红红火火？不念好不念恩，提起前女友来的时候，都觉得的是这个女人只是投了钱，仿佛那个在公司里什么都没做，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几斤几两。女生我就不说你啥了，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会跟那有一些小姑娘们一样，看着她们，我们除了一声叹息，其他没什么好说的。你们青春年华就是在这每一天求打赏中间这么度过了，技能没长，皱纹自以为没长，因为滤镜很骗人。但是关掉滤镜的那一刻，你关掉直播间的那一刻，你有什么呀？你真的以为你的镜头大的巴掌大的那一个世界就是你世界的全部啊？口口声声我有粉丝，粉丝宠我，没有哪一个明星会觉得粉丝请我吃饭是天经地义，粉丝给我花钱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人。因为明星做的是一份工作，大家喜欢他是因为他这一份工作带给大家的一些精神世界的感召力。而你呢，从此以后两个人踏踏实实好好工作吧，小伙子，你也别再琢磨什么爱情的事儿了。你24岁，好好的去学学造型，在这一行上然后努力吧。女生你也就别再做主播的事儿了，原来大学学的是什么，或者说有什么技能，踏踏实实的做一份工作，这一行你也挣不了多少钱，就这。谢谢米娜老师啊，我们这个言论没有任何歧视主播的意思，也没有任何歧视这个行业的意思。我们现在也都在做主播嘛，我自己也在做主播嘛，对吧？我也没有歧视这个行业的意思，真的没有。现在就静下心来怎么去解决嘛。男生好好选你的手艺，开自己的店。女生如果还想干这个，那就在这个职业当中去寻找你自己职业的突破口。既然是一份工作，一份职业，那你要选择的是踏踏实实的耕耘，而不是任何的投机取巧。关于你们俩的感情，我觉得就此别过吧，也算对彼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交代。因为你们要找的人不是这一个。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跟你在一起已经2年多了，我们也经历了风风雨雨，我相信我们对彼此都是有感情的。但是最近发生的事真的让我心里很乱，你的态度，你父母的态度，尤其是你前女友的事，我真的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了我的心里。我不知道能不能通过时间来拔出这根刺，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走下去，你可以告诉我吗？听导师们说的话，总结了我俩很多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像主持人说的一样，最后变成了甜蜜云烟。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谢谢两位年轻人的分享，谢谢你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不以任何的有色眼镜看待任何一个行业。主播行业既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也即将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每一个从业的人如何提高自己的从业技能和业务技能，共建一个更好的这个行业。我觉得如果想做这一行，在这儿下功夫，好吗？谢谢您，小伙子加油啊！谢谢你，来请回，谢谢两位，请回，请回。
来，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来看看这对年轻朋友。我们哪里还有生活？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期。有网友提问说，我和我女朋友呀谈了1年多，她因为呢这2个月刚换的工作需要钱，我就把我暑假挣的1万多块钱拿给她用了。当初给她时，她真的是非常开心。可是现在呢，她觉得自己很有压力，因为这是觉得在我面前抬不起头，说我对她造成了压力，以至于现在她对我感情也是模模糊糊了，平时聊天也没那么亲密了。我问你什么呀？这不就是倒打一耙吗？当时需要你的时候，他就感恩戴德，现在不需要你，反倒说是你给了他压力。那这个压力很好解决呀，把这1万块钱还给你，不就没有压力了吗？这可不是他不跟你亲密的一个借口和理由呀。所以醒一醒吧，你只是他利用的工具而已。一片含有16种维生素、矿物质营养。本栏目由汤臣倍健冠名播出，感谢汤臣倍健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要再一次的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